那直接投吧。希望你们已经习惯这种口音了，然后可能你们也看不出来，我真的很高兴能看见你们。我只是单纯脸长得有点臭而已，脸长得有点臭嘛，看上去不太友善什么的。我甚至有个朋友，他跟我说过，他说：“哇，你长成这样，不抽烟很浪费哦。”我是怎么知道自己脸真的有点太臭？就是我居然可以让一个陌生人帮我穿鞋，当时是在溜冰场，我不会穿那个溜冰鞋，我让一个游客帮我穿的，我不知道他是游客，直到他帮我穿完之后，他抬起头跟我说：“那我现在可以溜了吗？”我跟他道歉，我说：“你为什么不拒绝我呢？你不觉得这样很奇怪吗？”他说：“啊，我不知道，我以为你人就是这样的，不敢说什么。你脚上又穿着2把刀。”哎，我觉得我在他眼里面，我可能是那种，就是如果在路上突然背后痒了，会强迫一个路人帮我挠痒的那种人。你过来，手干不干净啊？你过来帮我挠一下背吧。哦，这个你不用管，这只是我身上背着的几条人命而已了。脸臭是天生的，我小时候也长这个样子，但说实话，小时候是不会有人给我递烟的。我这种长相只会被别人看不顺眼，甚至有一些嘴比较坏的人还会说我丑。主要是上学的时候嘛，我只要经过一群男生，他们就会开始打闹，他们都会喂，你老婆有病吧？你老婆，我当时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办，因为就算我你老公那样骂回去没有用的，起不到一点嘲讽的作用，因为有些女生是真的愿意找一个丑男当老公的。喂，你老公啊？对呀，哎呀，他人很好的。但是长大之后情况就好很多了，没有人说我丑了吧？有时候也会被夸了，就是从小一直被说丑，到现在长相才被接受。哎，难怪说颜值就是正义，因为正义总在迟到。有时候我发一些演出照在网上，会有网友在下面评论说：“姐姐杀我。”背上又多了几条人命。我朋友跟我说，他说：“哎，你这不是丑啊，你这种叫做长得有高级感。就是如果你在农村的话，肯定还是丑的。在大城市，大家会觉得你很酷。你到了什么米兰那种地方，大受追捧。我没有去过米兰，但我去过农村，很准。”但有什么用，对吧？难道有一天我被拐到东南亚，然后村民就会开始围观，然后我的头套一被摘开，他们就，哇，喂，你老婆吧？那个人贩子在后面都懵了，他说：“啊，不是吧？没有人买吗？我听说他在米兰很抢手的哦。”这样也是因为审美确实一直在变。但我不明白为什么我朋友说脸臭就是高级感，因为我以前有唇钉的时候脸更臭，但我不觉得那有什么高级感。有唇钉之后，我总觉得如果有一个人他想要侮辱我的话，他只需要往我嘴上扔一块冰箱贴就行了吧。所以其实我对于长相上面的称赞还是有点警惕，就好像唐朝是以肥为美的，对吧？但瘦的人可能就很可怜。就其实唐朝一开始真的是以瘦为美的，我甚至觉得杨贵妃其实没那么喜欢吃荔枝，她只是以肥为美之后，她想尽办法快速增肥，然后刚好听说岭那边有一批货很猛。哎，
万一皇上又换口味，喜欢那种什么大腮帮子的话，妃子全都得去嚼槟榔。整个后宫都是方块脸，皇上一推开后宫的门，哇，来了，我的世界。所以其实我有猜想过，我觉得武则天当初之所以选择登基，可能也是不想再迎合任何人的眼光。她14岁就要开始讨好中年男人，自己熬到中年之后要去哄小奶狗。她可能有一天在想，怎么穿个衣服都要看别人眼色，烦死。那我穿龙袍算了。聊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我是李卓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李卓妍啊。其实翟佳宁跟谁 PK 都有点像在欺负人了，但除了我，因为大家说我是唯一一个看上去比翟佳宁更狠的人。我跟他 PK 算是以暴制暴，但其实我是一个很温柔的人了。但是我确实从小就被狠人包围，特别是小时候，学校那些小混混觉得我长得太拽了，会来堵我，很无辜啊，长相是天生的。有人一出生就在罗马，我一出生就在罗马斗兽场。但我是个很 peace 的人，我根本不想惹事。他们说你这么拽，你混哪的啊？我说我混2次元的。这个太反差了。他们觉得我更挑衅，我很害怕。但幸好我有一个哥哥，我小时候很崇拜我哥，他是一个真正的狠人。小年纪就开始抽烟，怎么打怎么骂都不屈服。我妈放弃了，给他买了一份重疾险。受益人写的是我妈自己，就是如果我哥没事的话，我妈会有一个完整的家庭；但是如果我哥有事的话，我妈会有一个美满的人生。母凭子贵吧。我哥还喜欢带着刀出门，然后旷课去 KTV。家里人不给他钱之后，他找了份兼职，挺适合他的，在 KTV 切果盘。所以我在外面被别人欺负，我第一时间想到他。我问他怎么办，他跟我说很简单，你要么打赢他们，要么加入他们。但是你是我的亲妹妹，你不能加入别的帮派。我来教你怎么打。哎，我哥啊，是我认识打架最厉害的人了，他要教我打架，不直接来学校帮我打。我说哥怎么了？你要上课吗？还？他说你不懂，我不方便亲自出手，你无法想象我经历了什么才走到现在这个地位的。我都不知道在外面是兄弟多还是仇家多。我说在外面应该是警察多吧。都说你不懂了吧，那叫条子。其实我有怀疑过，我哥应该没有他自己说的那么血雨腥风，他可能只是跟风叛逆而已。因为当时很流行一个电影叫做《古惑仔》，我哥在学校组了个帮派，7个人结拜，有6个都说自己是陈浩南。就《古惑仔》有一句很经典的台词，就是铜锣湾只能有1个浩南。我哥学校6个。我问他那还有一个是谁？他说是教父。我说不是同一个体系的吧？他还去纹了一个陈浩南的同款纹身，这么大一条过肩龙，纹了好几个小时啊！我用圆珠笔给他。他还不敢在家里纹，大夏天中午拉着我上楼顶。当时阳光晒在他身上，晨光握在我手里。他还
那2个人都不耐烦，他一直催我好了没呀，好了没呀？我说，不太确定他是不是真的很会打，但肯定是不太会教哈，因为他采用的教学方式居然是实战训练，老大哥亲自跟我打，哎呦，毫无保留啊，毕生所学全使在我身上，我哥没把我当外人，也没把我当人。训练频率也是看我哥心情哈，一般是2天1练，啊，如果他心情不好就1天2练，蛮有趣的。其实因为他会放着音乐来打嘛，就我很容易能掌握他出招的节奏，就是那首歌一到重音他就会出拳，我按节奏躲就行了，跟玩劲舞团一样的。但是我这辈子最讨厌的一首歌，就是《霍元甲》。这首歌重音太多了，太密集了。嚯，半个8拍出了8拳。唱 K 的时候，别人一点这首歌，我都想哭。我的朋友跟我说，他说啊，这首你也能哭吗？我说你不懂，太痛了。后来我离开家了嘛，上大学，我哥留在家学吉他，因为他看到摇滚歌手在演唱会上砸吉他，他觉得太帅了。学了一段时间之后，发现自己不喜欢弹，就喜欢砸，喜欢的是打击乐。但家里没这个条件，不可能砸锅卖铁给他砸木头吧，他总得去挣钱。有一次回家，我妈说：“你有空去看看你哥吧。”我说：“哪个监狱啊？”他说：“监什么狱啊？你哥去了亲子餐厅上班。”哎，我很好奇，我就去看了。他给一个我爸那年纪的人打下手嘛，又通过明厨亮灶那个监控，我看见那个人一直指着我哥骂。哎，你别说啊，亲子餐厅配上辱骂，感觉还挺像一个家。不同的是，以前我哥肯定会顶嘴甚至还手，但现在他只是一直在和面，不停和，和。监控是只有画面的嘛，辱骂声是直接从厨房里传出来，挺难受，因为声画不同步。心酸，肯定心酸，但也庆幸吧，因为我以为他迟早会进局子，结果进了个饭店，就感觉命运的齿轮卡了一下，刚好卡在了饭点。喜欢玩刀，在厨房里工作；喜欢当大哥，在亲子餐厅，有的是人喊他大哥哥。也不用担心外面是兄弟多还是仇家多，现在外面骑手多。我觉得我哥变得有点陌生了，但其实还是很熟悉。后来我跟他说：“我说，哎，我看到那个人骂你的时候，我真的很紧张，总觉得你随时会给他一拳。”我哥说：“你不懂，我不方便出手，面团好粘手。”加到这里吧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杨蒙。真的很开心回来录节目，因为我现在真的发现，还是脱口秀的舞台最适合我。因为只有在脱口秀的舞台上，才会有人觉得我帅。外面，你们现在说不觉得有点晚了吗？不是图你们这个。你们有人知道我前2年客串了个仙侠剧吗？如果你们知道，你们就假装不知道好不好？如果你们不知道的话，你们永远不要知道。那个剧其实一点也不火，但它真的给我造成了很大的伤害。因为那个剧上的唯一一个热搜还跟我有关，叫“才发现杨蒙恩这么难看”。我看到那热搜的时候，我真的非常难过，我很难过。然后我老婆还安慰我说：“哎，你别难过，你别难过，你往好处想。你看他们才发现。”徐志胜当年一上台，他们就发现了。我想说的是，我和志胜还是稍微有点不一样，就是徐志胜是丑，
我是难看。你们能分清楚那个丑和难看之间那个细微的差别吗？就是难看是很多人很难看，你一看他难看，你再也不想看了。丑是一个我好丑，但你忍不住还想看。一边看你都一边琢磨，怎么能长这么丑呢？我这样说，我不是在嘲讽人家制胜长相的意思，是因为我真的觉得这恰恰说明了，丑也是一种好看，但难看彻底就是难看了。你们想想，就是那个古代唱戏的里面有生旦净末丑，有丑角儿，但是没有难看角儿，难看的成不了角儿。其实我很清楚，就是我这种长相，我在古装剧里我只配演什么样的角色，就是我只配演那种《三国演义》里面，曹操说，关羽在城外叫嚣，谁敢一战？我说，末将愿意前往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下一个镜头就关羽提着我的手机回去了，你知道吗？打战鼓呢，在这个就是。而且，人真的是你要经历一些事情之后，你才能做到真正的感同身受。我原来看仙侠剧的时候，我的嘴很恶毒的。但凡那个男主角脸长了一点，我盯着手机我就骂。我说你个丑货啊！你修仙光修下巴呀，是吧？然后我们前2天我们又看了一个仙侠剧，我老婆指着其中一个男演员就说：“哎呦，他长成这样也好意思出来演戏？”我跟他说：“他也不容易呀。”你知道他现在有多难过吗？他怎么知道上了电视之后那么难看呀？从小到大，他的妈妈也一定一直叫他大帅哥。真的，没有一个仙侠剧啊，不是，他是没有一个母亲会觉得自己的儿子难看的。但那个仙侠剧把我妈击穿了。我妈看的那个热搜，从愤怒到妥协，只用了3句话。第1句是：“哎，现在网友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呀？”第2句是：“我们多帅，那我们多帅。”第3句是：“这个妆好像就是有点问题啊。”然后我之前还刷了一个短视频，那个短视频就是在讲什么是凡族长相。他就说，如果有的人这个眉骨高、颧骨大、下巴后缩，这就是凡族，就大概就长这样。你们都看得见？是，这有什么好啊？你没见过山顶洞人是吧？这真的就是那个视频，他就这样，他那个视频还专门配了一个就是北京猿人，就历史课本那个图。说实话，我看着那个图，我从来没那么觉得，我根本不是什么内蒙人，我老家就在北京周口店，是吧？而且你们知道，就是北京王府井那个地铁站那个下面有个古人类文化博物馆。我以前在北京生活的时候，我每次都过去都想转一转。我一开始以为说我喜欢历史，我现在明白了，就是乡愁。而且我发现，就是男女就对待这种视频的态度完全不一样。就是我老婆看完之后，她给我发了一个上海9院的挂号链接，她说这是中国最好的整形医院，说要不要去垫垫下巴啥的。就她就这样，就说别人说的哪儿不好，她就想改。我才不是这样的，我不是。我点开那个视频，然后在下面评论，我说对呀，没错，长成这样，因为我是你祖宗。你知道，就是其实我这么生气，也不光是因为他说我长得反祖，是因为那个视频的标题是
警惕。你身边有这样长相的人，因为长成这样的人，小脑发育不健全，所以他冲动、易怒、会报复。然后后面跟了一堆杀人犯的照片，就是他就是对我这种长相的一个全方位的否定，就是说我这种人就是长得差，小脑差，脾气还差。我感觉我就是徐志胜小佳和翟佳宁的结合体。但是如果你长得帅的话，什么问题都没有，就不管你干什么事儿，别人都不会挑你的毛病。对吧？是吧？你们还记不记得去年美国有一个大帅哥，枪杀了一个 CEO？你们看看你们这个反应，你们啊，一定不是因为他杀了人吧？他因为帅，然后他就火遍了全球，所有媒体都在争相报道他，就在讨论他的家庭背景，然后他的社会背景、他的工作背景、他的教育背景，就是核心就是在发问。这个社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，把一个大帅哥逼得去杀人？最后他们得出结论，他杀人是因为保险行业坑人，社会不公。哎，他要是长成我这样，他们还会这么说吗？不会的，他们只会说他杀人，因为他眉骨高，颧骨大，下巴后缩，所以易怒，走在路上想 biang 来2枪。为什么要来2枪？因为我小脑发育不健全啊，第1枪瞄不准，这样。根本不会有人在乎我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，也不会有人讨论我的 OOTD。我的照片只会被那些自媒体截图做成短视频，然后标题是“警惕你身边有这样长相的人”。谢谢大家，我是杨文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唐湘玉。还是脱口秀的舞台好啊！我也不敢演线下剧了，现在。那张照片不会突然出现吧？特别压力特别大，最近因为一直在比赛嘛，我确实还是压力挺大的。我就去刷我上一季的高光时刻，解压，压力更大了。因为有一条视频点赞特别高，但热评第1，你们知道是什么吗？是有人放了一张我的丑照，没有比杨哥那张好多少。说他其实长这样，好多人帮我说话怼他，那咋了？关你啥事啊？人好笑不就行了吗？好像没有安慰到我什么呀。但我好好打扮一下吧，也有人不满意，说忘本了，好看了不好笑了，咋了？是粉底把笑点盖住了吗？他说你应该把心思放在业务能力，不然你再打扮也只是一个普通的小美女。我仔细想了一下，未尝不可呀。这有啥不满足的呢？以后再说我先叫我小美女唐湘玉，你个小美女。没有，我没有这么洒脱。谁能保证可以一直好笑呢？我肯定会越来越美的呀。我觉得不行，得找找别的出路了。我就想办法去报名了今年的浪姐。啥呀？我又没去。啥呀？去面试了面得非常好，表演了一段唱跳。导演说我太好笑了。又问我还有什么优势，我说我愿意照顾别人，情绪稳定，情商高。侯佩岑你们知道吧？难分伯仲啊。当时气氛也特别好，我出来他们还在笑，我就知道稳了，炸场了吗？这不是？开开心心回来等通知。为了这个，我1场演出都没有接，专心准备出舞台。准备的是漂洋过海来看你。我和南瓜的定情曲。
这是我的暖宝宝，不是卫生巾啊。是卫生巾又怎么样？拿在手里了啊。南瓜不要担心我，我能挺住。就漂洋过海来看你，哎，南瓜当时还说呢，说，哎，最近咋没见到你呀？我心想，你以后更见不到我了，我要去浪了，漂洋过海来看我吧。相当膨胀，甚至爱奇艺咱们节目第2季，人来问我的时候，我还说那个先等一等吧，我最近喜欢吃芒果。猕猴桃再说吧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刷到了一个营销号，我有点坐不住了。他说唐湘玉已经和浪姐第6季签了1轮游合同。谁会签这种合同？底下3条评论：啥时候播呀？还有谁呀？以及唐湘玉凭什么1轮游？我用小号发的。这也太瞧不起人了，我必须得争口气。我花了4000块钱，专门请了一个舞蹈老师，好好学了一段，把视频发到网上。网友的评论很抽象，说我跳舞有口音。跳舞怎么有口音啊？俺是山东的。山东淄博的，说我的那个魏舞跳出了山东人的铮铮铁骨。当然了，也有夸我多才多艺的，问我什么时候学的手语。我不语，只一位魏舞。老师说你找一面墙，用胸腹胯依次去顶它，你就学会了。我做了几个，怎么说呢？快爬上去了，不是魏武是壁虎。你说这可怎么办呀？肯定选不上了。老师说选上了可怎么办呀？不会还找我吧？啊？你这边笑的也太过分了，纯嘲笑呀！我只能安慰自己啊，我说哎，就算咱这方面确实是有不足。但万一呢？万一人家就是需要一个废物，成长线才好看嘛？那谁想看着我上来就唱得好、跳得好的呀？你想看吗？想。小点声吧，小点声吧啊！别再说话了啊！一直忐忑的等到了大年初8，我刷到了路透，人家已经开始录了，都快1公了，我还在村里吃席呢。1轮游不是得去吗？但我的判断也不是完全错的，至少佩岑姐选上了。心里很失落的还是就好想被人坚定的选择呀。我想了想，我很少被坚定的选择。我大学的时候去找兼职，有一个做礼仪的活，我很好心，我还叫上我2个舍友一起去。那个中介看了看我们仨，跟我说他俩留下，你可以先回去了。我舍友都懵了，怎么你也是中介呀？啊！我想起小学的时候选秧歌队，选上了的站前边扭正经的，选不上的也不是不正经啊，就跟在后边搞气氛，演师徒4人虾兵蟹将啥的。我是最棒的，我演1个棒，就是花甲。就嘎啦嘎啦嘎啦啊嘎啦！那秧歌让我扭的，真鲜呀，都有点下酒了。都是一些没有选上的一些很丢脸的回忆，但是我使劲往下想，我又想起了后面的故事。那个礼仪的活，最后我没走，我争取留下当了观众，给人鼓掌，还挣了50块钱。那个让我演嘎啦啊，我也好好演了，我背着壳扭1晚上，我都累瘫了。大家说快看那个嘎了，好像快嘎了。选不上是很丢脸，但脸又算什么呢？
你捡起来继续冲就是了。所以我赶紧联系了爱奇艺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还是猕猴桃有营养啊！因为泰戈尔也说过，如果你因为错过太阳而哭泣，那么你也将错过《喜剧之王》单口季。多好呀，至少有到第2轮了。我就是这样，有一点希望我都不会放弃，我就是要挣扎，风浪再大我也要威武一下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谢谢，然后，对，谢谢你。我在上海呢，叫 Thanks。我现在是一个大学在校生，所以今天给大家聊点年轻人的话题，咱们聊聊上坟。我18岁那年，我爷爷迁坟，然后我第一次去我爷爷那个新墓地上坟的时候，就发现我爷爷的墓地明显比周围的要大，我就问我爸为什么，我爸说因为咱家买了一个3代的墓地。我说哦，也就是说我太爷爷、太太爷爷都在里面呗。我爸说不，你爷爷是第1代。我当时都吓坏了。我说爸，咱俩今天还回家吗？我都特别怕他给我一句说来都来了。我说爸，咱不能在没苦硬吃和没福硬享之间选择没死硬埋吧？我爸就跟我说，我们只是买了3代的墓地，又没说必须现在用。我说哟爸，那你目光挺长远呢。我那年才18岁，没毕业，没工作，没车没房，有一块自己的墓地。我觉得人的一生很长，不应该18岁那年就找到人生的目的。我爸给我解释说，咱这是公墓，如果不提前买好的话，等爷爷附近墓地被别人买走了，咱们就没有办法和爷爷埋在一起了。我说爸，如果没记错的话，爷爷活着的时候，咱都不跟他住一起。但没有办法，这个墓地就属于是买都买了。我就试图说服自己接受它，然后发现其实提前有个墓地确实挺好的，生活中的很多问题都有了答案。比如那天我妈给我打电话问我说，你跟你爸死哪儿去了？我说某河公墓48号。然后而且我们家那边烧纸有个习俗，比如说我要烧给我爷爷，我就要一边烧一边念叨他才能收到。自从我知道那个墓地有我一份之后，每次烧纸念叨2句我爷爷，我就念叨1句自己。经过我的不懈努力，我现在个人总资产已经达到了阳间2500，阴间7600亿，存了一个死期。我现在为了存钱，逢年过节就烧纸，不光清明节烧纸，圣诞节我也烧纸。前2天父亲节，我爸说啥没让我去。我为了烧纸，就是有一次去烧的时候，旁边有那户人家也在烧纸，那个人一边烧一边想跟我唠会儿嗑，他说孩子，你这是给谁烧呢？我说给我自己。当场他脸就绿了，跟他手上那个玉皇大帝是一个颜色的。就那天吓得他往我这儿烧了2个亿。我那样坚持了很长时间，因为我在衡中学到一个道理，就是将来的我会感谢现在努力的自己。但我有点太努力了，我爷给我托梦了。他说别烧了，够了，下面都要通货膨胀了。我说爷爷给您烧您就收着呗。我爷说真不用真不用，说哎，给孩子的。我不光烧钱，还会烧一些纸扎用品。纸扎用品太有性价比了，纸扎的跑车9.9块，
还送车牌和驾驶证。我现在是保时捷名 A 5个9的车主，我还有一个绿牌，新能源的，弥补一下烧纸不太环保的问题。我一开始不太理解为什么到了阴间还要车牌和驾驶证，后来想了想，可能是怕死人开车撞死人吧。然后我做了这些准备以后，我现在就觉得，虽然活没活明白，但死我已经有着落了。我不羡慕有钱人，活着有钱，死了又带不走，死后有钱才真正的富有。生前你不理财，死后财不理你。我现在心态很洒脱，我就属于阴间土豪体验生活来了。我也不害怕死亡，我觉得死亡无非一种未知的恐惧。很多人怕死，是因为不知道死后会面对什么。我知道，巨额财产，我现在都在想早点下去。然后前段时间我又回去给我爷爷上坟，然后顺便转移一些资产，转移到我的这个地下钱庄。但我那次去的时候就发现，某河公墓的大门和围墙被拆了，门口竖着一个告示牌，上面写着河北省某河公墓涉嫌非法经营，即将被拆除。我当时的反应也是，他一个公墓，他能怎么非法经营？他是在坑里打隔断了吗？我就一定要查清楚。我上网搜了一下，发现是因为虚假宣传。就是按理说公墓的产权只有20年，但他宣传为永久，我觉得这就说得通了。要是知道产权只有20年的话，那谁会买3代的墓地呀？那话又说回来，为什么一个公墓的产权只有20年？20年以后，那骨灰咋办呢？怎么白发人化灰会挥发吗？我现在算是发现了，提前给自己烧钱一点用都没有。辛辛苦苦攒了那么多钱，现在告诉我金库要拆了，我也是没想到，年纪轻轻，人还在，坟没了。今天也是忠告大家，这理财有风险，烧钱需谨慎。那不说了，我要找下一个人生目的了。好，讲这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梁爷。哎呦，很开心啊，又来了。你看现在观众也认识了，是吧？去年头一回来，大家都不认识，我也很紧张。我去年来之前，我还问了问我妈，我说我要去上海比赛，有没有什么要嘱咐的？我妈说啊，到人家那儿啊，少说话，早点回来。我说也可以不去啊，也可以不去。哎，但是你别说，做到了是吧？很快就走了啊。确实啊，家里边也一堆事儿。去年我也讲了，家里边呢还有2个小朋友，是吧？哥哥大了，那妹妹还小，还要请个阿姨帮忙照顾，就很困扰啊。我媳妇就觉得选不好，我就劝我说你随便选一个，不合适我们就换。我媳妇说我啊不行，我看人不准。啊，是那意思吗？看人不准，骂人挺脏。我说你这样，你就选一个有经验的。他说不行，有经验的呀都油，爱偷懒儿。我说那你找一新手。他说新手啊不行，带不好。我说那你找一岁数大的。他说不行，岁数大都干不动。哎呦，我说你找一年轻的。他说你要干什么呀？哎呦，我要干什么？我要跟阿姨出去单过。他说你别废话啊，你刚才你都笑出来了。我说我这是苦笑，我还笑出来，不小心啊。选不好，其实我也能理解，是吧？你家里突然来个外人，又照顾孩子，总是不放心啊。后来我也选烦了，我说干脆别选了，就让我妈来就完了。我媳妇说：“哎，选好了。”你知道，当你把主要矛盾拿出来的时候，次要矛盾好解决，当场就选好了。选好了，阿姨呢就是聊一聊工资嘛。哎呦，阿姨这工资也不是说高，也不是说低
阿姨这工资啊准，阿姨这工资就跟看着我工资条定的似的，哦，跟我工资一边多，跟我工资一边多什么概念啊？她要是全勤，我不敢请假。其实关于阿姨这工资啊，我想过，你比如说我一个月我挣好多呀，我就不差阿姨这点工资，我一个月2000，我自己辞职当阿姨。现在她一样。当然我知道有的朋友会说啊，一样，你也可以自己辞职当阿姨，你还能自己照顾妹妹。但是我们那个本职工作不是还有5险1金？阿姨这工作管吃管住，我呢上班不远，她就住我们家。哎呦，我们俩这工作一时间还有点难分伯仲。哎呦，我说我这工作还没点优势，我说我这工作稳定。阿姨说对，你稳定我就稳定。哎呦，狠狠被拿捏啊！签了合同越想越别扭。你看原来上班就跟妹妹说爸爸上班挣钱给你买好吃的，现在不行了，现在上班挣钱都给阿姨了。什么感觉？现在感觉为人民服务啊，很具体。为阿姨服务啊！我说我还给你发工资，我说我干脆直接让我们会计打你那儿得了，那咱俩工资都一样。阿姨说：“哎呦，你净开玩笑，你哪能那么没出息啊？”阿姨来了呢，就是融入的也很快，几天啊就有主人翁意识了。现在每天在家里抱着妹妹送我上班，走吧，就忙去吧，啊，就给我挣工资去吧。哎呦我天！我走我也不放心啊。我说阿姨，您记得给孩子喝奶粉。阿姨说，非喝奶粉啊？我说不，非喝奶粉。二宝啊，特别喜欢那个飞鹤、星飞帆、卓瑞，聪明宝宝都爱喝。阿姨说，行了，别嘱咐了，快去挣奶粉钱去吧。我说，哎，你别说，挣着了啊。下班回家就赶紧抱妹妹，我这边抱着妹妹，阿姨就拉我聊天，说你看看还是闺女好吧，将来老了还是得闺女照顾你。我跟你说，儿子都指不上。我说阿姨您别这么说。阿姨说嗨，我有分寸，你儿子不在我这么说。我说您啊，最好是等我妈也不在。阿姨没事呢就拉我聊天，然后就数落我。其实我能理解，就是新员工入职啊，要展现自己的这个价值，但是阿姨展现那方式吧，就有点奇怪，就老批评我。她说：“你看这纸壳本，卖不了多少钱，还占着地儿。这扫地机器人最没用啊，擦不干净地我还擦它。”我说：“哎呦，怎么刚上班就骂同事？看哪儿都别扭。”我觉得阿姨啊，就是工作不饱和，是吧？每天就是闲的。你看她带着孩子啊。上午玩会儿，中午睡觉，下午又玩会儿，这一天就过去了。你想我们那一天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难怪工资一样多哈。我说阿姨不行，干脆你上我那儿上班就得了啊，反正工资都一样。阿姨说：“哎呦，你净开玩笑，我哪干得着你那活儿啊？”哎呦，我说您别说啊，差不多。我在单位伺候领导，您在家照顾孩子，没事儿呢哄哄他，有事儿给他擦屁股。阿姨想了想，阿姨说不一样，说我在家就擦这一个屁股。还挺了解我们领导啊，你看老觉得阿姨不干活，工作轻省。前一段呢，阿姨啊老家亲戚结婚，请假回老家。她请假回老家，我请年假回家当阿姨，要保持一个收支平衡。你看阿姨一走，我就发现了这活啊，什么都是这样，看着简单，其实还是非常累啊。每天照顾孩子又得干家务，天天盼着阿姨回来。我这边盼着阿姨回来，我扭头一想啊，我也一个礼拜没上班，单位是不是也很想我呀？礼拜一上班，我说怎么样，朋友们，上个礼拜都顺利吗？我们同事说啊，你上礼拜没来啊？我去，一礼拜没去，没发现。我扭头回家呢，就跟我媳妇吐槽，我说你说像话吗？哎，一个礼拜没上班，我们单位同事没发现。我媳妇说啊，你今天上班去了？谢谢大家，我是梁燕。